蓝大人，来人呐！正品刺杀太后，将他拿下！咽喉肿痛，痛快出击！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庆丰15年元月，圣上和李妃为救小皇子，请玄机为其布下回生阵法。 千秋一大典在即，太后有令，流民不得在京四处流窜，需自行前往归义访安制。老伯，拿去吃吧。谢谢谢谢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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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！前面全部让开！你看什么看？太后的花车你也配？滚！ 是张平，对，站住！张兄，站住！有没有看见一个满脸黑泥的流民从这儿跑了过去？没有。那你在这做什么？我卖筐呀。哎，贵人，这是本店主打的西域风情筐，我家里还有一个，你们3个人正好1人1个，怎么样？ 走，哎，官爷，你这筐还要不要啊？去。张兄，这通缉令还在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陈丑，我的阿娘、族人、老蓝大人，都是被太后害死的。太后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我要先去找蓝大人。张兄，郑平，这次你得听我一回。跟我回来，陈丑，你听我的，这会儿全城都应该在搜捕你了。你先在家好好待着，城门一开，我就想办法送你出去，再也别回来了。陈丑必须去。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就是你活下来。你今天要是想出去，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。
娘娘藏起来了。站住！这该死的世道，善良的人总是不得好报。难道只能一个辙了？你到底还是来了。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杀了我，这天下就乱了。你敢吗？父亲，我终于替您报仇了。觉儿，父亲，父亲，觉儿，还记得为父曾经教导你的话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君子不苟求，求必有益；君子不虚行，行必有正。可你呢？看看吧，这就是以恶制恶的世界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明天就要去京城，帮卿长办事了。他若能回到京城，跟自己的娘亲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会很快乐。只是这一趟不知要去多久，我又要哭鼻子了。我好舍不得他，狗狗你要小心啊，慢一点。但为了清章，又必须要去。君子不苟求，求必有益，君子不虚行，行必有正。你居然敢忘了？为父教的你能忘吗？我儿懂事了。张平，谢谢你和你的族人。当然言重了。说到底，摩罗村只是个普通的村庄，住着普通的人，研习医术，济世救人，本来就是我们的生活。你要回家了。
娟儿，君子应有什么样的品行？见过这个通缉犯没？没有。去。你呢？没见过。好，看清楚点。去会议房，在这儿留饭着吧。好点。给蓝袋。大人，刚才是张平递了张字条给我。明日午时，归义坊内，盼与大人一会。大人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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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真没用！睡什么睡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是我爱吃的，原来你都还记得。陈超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。你说过，你好不容易才交到我这个朋友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我知道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我，我为你做的很少，这些吃食就当是一份报答吧。此去若真无再见之日，望君多加餐饭，真好吃，务必珍重。好吃。千秋一庆典，普天同庆，礼部发喜钱了，人人都有份啊！来，都排好队啊！别动了啊！都没长耳朵是吗？再挤就吃鞭子了。这不会瘟疫吧？会传染的，大家不要慌，不一定是瘟疫。快去请个郎中。是。可有人愿意搭把手，将此人抬到个僻静的地方安置？我来。都排好队啊！准备发钱了。都排好队。别起了！我。蓝大人，我已经找到真相了。顾庆章竟然是真正的皇子，30年前在回声镇上被调包了。我知道，他已经亲口和我说了，还承认自己就是镜湖先生。
他怎么又承认了？如今，他已经是宫内的太医，计划在千秋仪的大典上让天下大乱，还要我一同向太后复仇。您答应了？太后犯下累累罪行，与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但是舒林如同火药，他现在复仇心切，全然不顾无辜之人的性命。若他在大典上引爆局势，轻则朝中动荡，重则天下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千秋一役竣工，洛城大典即将举行。此番太后大兴土木，用上万株名贵椰油檀把宫里装扮起来，还请了各路藩王、外国使节，意图在大典上彰显自己权倾天下的地位。怪不得，我看到的应该是运花的车队。让开！你们都让开！你看什么看？太后的花车你也配？滚！舒林只说了要在千秋仪大典上作乱，让天下大乱，一切幻灭。在千秋仪大典上揭露太后罪行，让她在权力之巅瞬间跌落。但他并不信任我，所以具体计划只字未提。他筹谋多年，只待此刻让太后在权力巅峰跌落，一定是做好了充足准备。即便我们将他控制，也不一定能阻止他的计划。此刻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入汉元典，将此事原本告诉太后，让她取消大典，阻止顾清章的行动。不过，太后得知一切之后，必定会杀了你我灭口，继续掩盖罪行。可如果那样的话，您的父亲，还有我的族人，就再也没有机会洗清冤屈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我们只能先解决火药，稳定住局面。倘若你我有幸能活到圣上归来，再想办法惩治太后吧。给我仔细的搜！是。有官兵来了。大人，来不及了。张平，此事就这么决定，你先离开。父亲，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可我或许不能为您祈愿了。来，我看一下，拿的什么？太后自烧伤后便不再见人，过去吧。每日只有梳理，能煮点上药。哪个？那我在上药时间，假借顾太医徒弟的名义，混进汉元殿去找太后。走看看。我想办法去拖住舒林，并且打探他的计划。顾太医，申时将至，该去给太后上药了。自太后被受伤之后，便疑神疑鬼，不仅加强了身边的守卫，就连应喜公公都被他怀疑，调离了汉元殿。我派人潜入太医署，拿一份舒林给太后配的烧伤药，有此为证，或可让守卫信你所言。
还请入内。书林，裴之，你不是顾太医，你是谁？太后，我是张平。来人！你我因书画结缘，引为知己。那时我们喝酒谈天，如梦如醉。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恣意的一段日子。我时常想，若有一天兰府沉冤得雪，是否还可以回到那段时光，与你一起把酒言欢？裴之有话，但说无妨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知道，10年前，你是否真的替我喝下了那杯毒酒？我确实饮下了那杯毒酒。当时我也才刚刚得知，欲要对我斩草除根之人，就是我亲生母亲。所以那时我也万念俱灰，了无生趣。可笑我只知你游戏人间，无心可取。不知你经受如此煎熬。也许是天意吧。我竟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。可从那一刻起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。顾清章就是当年你欲杀死的亲生儿子，但他并没有死。他现在正潜伏在你身边，等着向你复仇。顾太医，申时已过，你怎么还不去给太后上药啊？这是当年你不告而别后，我写的一幅字，一直想找个机会送给你。死别已吞声，生别长恻恻。故人若梦，明我长相依。书里，我愿同你一起复仇。裴之，你放心，待千秋一大典过后，你父亲定会沉冤得雪。
我知你定然计划周密，我能做什么？郭太医，有个人自称是你徒弟，进了含元殿。前因后果我都说完了，请你先阻止顾景章的阴谋。苦若，你回来了。家里还是老样子吗？圣湖的水有没有干涸？后山那片杏林还挂果子吗？小时候被他酸倒了牙，几天都吃不下饭。桌子上还有圣术师做的书签吧？那是你阿娘送给我的。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，她上蜡拓印，你就在一旁捣乱。那套书签我没有带走。我不想让它被外面的污秽沾染。那里还保持着和从前一样。不，是凝固在那一刻。所有的族人都不见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太后，因为她贪恋权力，不惜杀死至亲骨肉，覆灭世外桃源。如今，我要让她苦心经营的一切，在她面前分崩离析。苦若，届时你就站在我身旁，我们并肩看着这个始作俑者接受最严厉的惩罚。不，我永远不会站在那边。你是不想为阿娘和族人复仇？你知不知道，那样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。苦难？你有那样的好阿娘，你又遇到了那样的好师傅，你无忧无虑了好些年，你知道什么是苦难？这些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我喜好在圣湖后面的山头看书。那日看得疲乏，在山上睡着了。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，见一片血雾弥漫在村子上空。我心生疑惑，急忙赶回村庄。见到的竟是所有村民，
顶身而亡的惨状。大人，在这边。搜，一根头发都不要放过。大人，怎么找？找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他身上戴着一个昙花的头饰。搜！听到他们在找昙花头饰，我才知道，他们是来杀我的。幸好我身上带着族中的哨子，我使劲吹响哨子，让上湖的水像做仪式似的震动、沸腾。这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妖法，是妖法！快逃！快逃！我设计暂时吓走了他们，又怕他们找不到我尸体不肯善罢甘休，只好偷偷回到村里，将昙花头饰藏在一个死去同龄少年的身上，自己苟且偷生。这10年间，我历遍艰难险阻，受尽白眼嘲讽。我不惜一切代价地回到京城，却发现要我死的竟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你说，他要我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何又要亲手将我送入那无间地狱呢？若是他当初没有生我，若是你阿娘也不曾救我，若是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死在那场红雾当中，又或者配制的那杯毒酒当真就无药可解，那我这一生也算是幸运的吧。所以，就此收手吧，你就不会再受折磨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所有，难道你还不能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吗？不，你感受不到。或许你再早回个10天半月，你还能看到你的师父被扑死在城楼上，那才算见了最后一面，才算尽了孝。杀了他，不只是为你阿娘和族人，也是为你师父复仇。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、恨，但是用痛苦不能治好痛苦，用恨不能治好恨。如今太后已经知道了一切，都结束了。是吗？
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蓝大人吗？不过来了也好，太后被杀了，你看见了，凶手是谁？蓝大人，来人呐！郑平刺杀太后，将他拿下！